排车了，你知道现在要玩到手排车多难吗？这台车一坐上来，其实我的感觉就是，好熟悉哦，因为之前试过86嘛，86的话，当然它的那个尾巴的动态不太一样了，车尾动态不太一样，可是其实我觉得，整体的内装布局都很像，所以整个感觉是非常熟悉的。如果你是86车主，你来这边开 BRZ， 你会觉得，哇塞，根本就很像啊。抓住车尾抓住它会想跑一下下，然后再抓住，很好玩我不知道大家会比较喜欢那个屁股直接往外跑的那种感觉，还是比较喜欢这一种有一点点跑但是抓住的感觉。但对我来说，其实两台车我都觉得都蛮好玩的，都会想玩看看啦。像以前旧的86啊，它的转速必须维持在比较高，才会让你有那种跑山的乐趣嘛。这样子它整个输出会比较更有冲劲。但像现在呢，无论是 GR86 或者是像这一台 BRZ 啊，他们那个转速啊都不需要再像以前一样维持在那么高的地方，因为那个是需要技巧的，技巧没那么好的人，或者可能像我也不是天天开手排车嘛，那就没有到那么厉害的情况下，其实那个会有一点点难度吧。那像这一台呢，它转速不用盯到那么高，其实就可以给你相对还不错的动力输出跟扭力输出，这一点对新手来说真的非常棒。其实老实说，这台车给我的感觉之前试过啊，跟自排一样，它是后轮驱动嘛，所以一样很灵活。你看我们现在这样过弯，屁股你感觉到它是活的，它很像那种4轮传动的感觉，它是抓住的那一种。你感觉到它的特性是活的，可是它又抓得稳稳，抓得妥妥的。所以说，在信心上来说，如果说你刚开始来玩这台车的时候，比较不会让你说像 GR86 一样那个屁股滑滑的感觉。这一台车是比较稳的感觉，基本上我会觉得它很像是那种4轮传动版的后驱啦。GR86 也好，然后 BRZ 也好，在这条山路上，应该说在所有的台湾的山路上都是非常有乐趣的一台车。它没有很大的马力啊，200多匹嘛，但是很好玩，很好玩。你不会因为它马力很小，然后就觉得说它是一台超无聊的车。看像这个弯，你看，它有给我的感觉像是它那个屁股有点不安分哦，有点想出去，可是又抓回来的感觉，很有趣它跟那个 GR86 是不一样的感觉GR86 就是我要出去了啊，这一台就是我出去，我想要出去，可是它又把你抓回来，很棒啊，这台车其实它避震器啊，我觉得也不会到太硬这是很难能可贵的地方毕竟它是一台小跑车嘛，手排小跑车。但是它的避震器却没有设定到那种硬邦邦。开过有一些那种不是这种性能车款的车的避震器都比它还要更硬我们等一下经过这个坑洞看，没有到很硬，我感觉得到它的路感，可是它不是那种很硬邦邦的，它是有一点点处理过的感觉，所以其实我觉得还算舒服。如果今天你是载你的家人也不会被骂，就说你这个车怎么那么坐起来那么颠，那么不舒服，反正就是这种类似这种言论。
我觉得不会，这台车其实蛮舒服。唯一会被念就是后面空间啦，因为真的是空间比较少一点点，这个就没办法嘛，因为它就是一台双门跑车，就放东西吧。如果说你要坐人，真的就比较辛苦一点点。毕竟说它的那个后箱是那个放了一颗备胎，所以它的置物空间并没有到很大。这个也是可以预期的，但是它又放了一颗备胎，所以很多东西你可以就是丢后座啦。那它当然好处就是它还是有给你后座，至少它有后座空间，可以去加减放一点东西。这一台24年式的手排车最大感觉是它的手排版本也有 ACC 了，因为之前原本他们手排跟自排最大的差别就是没有那个 ACC 嘛。那现在手排也可以享有 ACC。如果你是对安全性非常有讲究的人，你可能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少一个配备？我只是喜欢手排车，可是我也想那个配备的。24年式你是可以真的好好考虑一下。它现在就是把 ACC 也给你了，所以说你无论是选手排或者是选自排都有 ACC， 所以非常棒。你就只要 focus 在你到底想要开手排还是想要开自排上就好了。这一台的手排开起来，因为它的这个上手的程度非常好，对于新手来说算是蛮友善的。真的觉得开手排车的那个乐趣是比自排车更上一层。自排车当然也还是有很多乐趣啊，因为每一台车它给你的那个调性是很不一样的嘛，有的活，有的稳，有的就是前驱后驱什么都很不一样。可是说真的，手排车跟自排车就是更上一层楼。你会感觉到那个档位，那种感觉。所以其实真的对车子有兴趣的人，应该会蛮喜欢手排车的感觉。就虽然说有时候你还在练习阶段，你的副驾可能会念你说你会不会开车？为什么这样子？但说真的，你自己会开得很开心。以后熟练的时候也不会被抱怨的嘛。监视手排，其实我觉得，整个调性开起来当然是很像，但是我说真的，手排更好玩，手排真的更好玩。如果你爱车，情况允许的话，买手排。我跟你讲，这有一种那种发泄的感觉，像有的人很喜欢去运动，运动完之后就觉得我发泄完了。这个呢，就是我们喜欢车子的人的发泄。好啦，等一下就回去好了。今天玩得很开心今天真的玩得很开心。真的要谢谢 BRZ 手排哦，手排 BRZ 真的让我玩得非常开心。